嗨，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 Lin， 我是住在紐西蘭的馬來西亞人。大家是否有計劃來紐西蘭旅行，卻不知道應該注意些什麼或者準備些什麼？這裡的天氣如何？簽證怎麼辦？別擔心，這期視頻我來為大家整理出10件大家來紐西蘭旅行需要注意的事項，讓大家整個旅程更加順心，玩得更開心。那我們來看看有哪一件事項是大家忽略的呢？第一，簽證。簽證你需要檢查你是否來自於免簽國家。如果你是來自於免簽國家，那你只需要申請 NZ ETA。NZ ETA 它可以讓你在紐西蘭旅遊90天，可以通過 App 或者官網申請，但你通過 App 會比較便宜，整個費用大概是120紐幣，在你出發前72小時申請就可以了。但如果你不是來自於免簽國家，那你就需要申請普通的旅遊簽 Visitor Visa。第二，氣候。紐西蘭的四季與北半球是相反的，這裡的夏天是12月到2月，冬季是6月到8月。如果你想來滑雪，千萬別搞錯咯。我們這裡的聖誕老人是穿 T 恤和短褲的。紐西蘭的穿衣風格偏向休閒，一天裡面的氣溫變化比較大，所以建議你多層穿搭。在紐西蘭這邊的紫外線是很強的，所以要注意防曬。防曬霜、太陽眼鏡和帽子是必備的，也建議你帶防風衣，因為這裡的風比較強，尤其是在惠靈頓。如果你有去南島，建議你帶驅蚊劑，因為在南島它的沙蚊比較多。第三，地理狀況。紐西蘭雖然是一個小國家，但卻擁有了豐富的自然景觀。在計劃旅行前，先了解北島和南島不同的特點也非常重要。北島就屬於人口比較多的地方，有着最大的城市奧克蘭，那邊有最大的國際機場。在北島人口比較多，有很多的沙灘、地熱和火山。南島的話，相比北島就比較安靜，風景更加壯觀，有冰川、湖泊還有雪山。很多人都說來紐西蘭你必定要去皇後鎮，那裡的景色是很壯麗的。紐西蘭的首都惠靈頓就在北島的南部，那邊有船，你可以通往南島，整個船程大概是3個小時半。船的公司你可以參考 Inter Islander 或者 Bluebridge。在紐西蘭最熱門和比較多人推薦的景點莫過於南島的皇後鎮，很多人都說此生必須要到皇後鎮走一回，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就建議你到那走一走看一看。但你要有心理準備，南島的消費確實很高，但如果是一生人一次的話，那就建議你卡勇敢的刷下去吧。第四，住宿。在這邊比較普遍的是 Airbnb， 適合一大家庭或者幾個朋友同行，住 Airbnb 會比較方便，而且 Airbnb 裡面有廚房，你要準備食物，而且比較省錢。除了 Airbnb， 你也可以考慮酒店。酒店如果普通的雙人房，那個價位大概是150到200紐幣，那就要看你的季節和地區而定。除了這些，你要比較 budget 的，也可以考慮背包客旅館。如果是 share 的話，單人大概是25到45紐幣，如果你要私人單間的話，會比較貴，大概100紐幣起跳。除了這些，還有比較 popular 的，當然有 campgrounds， 可以讓你體驗露營或者 camper van。在紐西蘭 campgrounds 也有很多選擇，有不同類型的，有 power side 的，如果你想充電就比較方便，也有包含廚房的，各種設施都有，也很適合帶小孩，有很多小孩的遊樂設施，不妨多看看，有不同的選擇。第五，交通。交通我比較建議是自駕，因為在紐西蘭這邊景點與景點之間他們的距離比較遠，如果你想搭巴士或者火車其實不太方便，而且在這邊只有城市裡面有巴士，如果你想搭巴士到下一個景點的話其實是很麻煩的，所以建議你自駕。在紐西蘭這邊汽車是靠左行駛的，而且山路很多，彎曲的路也很多，所以建議你要買全險會比較好，比較安全。第六，租車。在新西蘭這邊租車，它是需要你的英文駕照。如果你的駕照不是英文的，你需要去翻譯成英文，或者申請一個國際駕照 ITP。它的年齡要求需要你21歲以上，有些車型是需要你25歲以上。這裡有很多租車公司的選擇，像國際的租車公司有 Avis、Hertz、Budget 這些公司，本地的租車公司有 Juicy 或者 Go Rentals， 這些都很不錯的。在這裡高速公路的那個限速普遍是100，或者最高是110，在城市內的限速普遍是50，所以要注意你的時速，千萬別超速了，因為有很多攝像頭。第七，美食。
如果你有到南島的皇後鎮，那強烈推薦你必須要去吃 Fur Burger。Fur Burger 是皇後鎮必打卡的網紅漢堡店，建議你可以提前打電話去 order， 然後到現場去 pick up， 那就不需要排太長的隊。聽說他隔壁家的派也很好吃，如果你有到那，不妨試一試。除了 burger， 在紐西蘭這邊，它的國民快餐就是 fish and chips， 去到哪裡都有。比較出名的是，聽說 Raglan 的那邊 fish and chips 特別好吃。除了這些，你來到這裡也可以買 Manuka Honey 作為伴手禮。Manuka Honey 是這裡的特產。Manuka Honey 有很多不同的牌子，也有不同的那個純度，你在各大超市都可以購買得到。超市的話，這裡最便宜的選擇就是 Park and Save， 除了這家，還有 Woolworth 和 New World， 你可以辦他們的那個會員卡，他們時常有會員折扣。如果你是外出餐廳的話，在這裡普遍一餐通常的消費是25到30一個主餐。Cafe 的話，一杯咖啡大約是5到8塊紐幣。如果你想比較省錢，可以到超市裡面，它有那些熟食可以購買，或者到亞洲餐館的 Take Away 也會比較便宜。第8 ，Alcohol Laws。在這邊，你購買酒精需要注意，工作人員通常要你顯示你的 ID， 證明你18歲以上，他才會售賣酒精給你。這裡需要注意的是，你同行的全部人都需要18歲或者以上，他有時候都會要求每個人顯示他們的 ID。如果你們同行裡面有人低於18歲的話，建議你們分開走，當作不認識，要不然很有可能你無法購買酒精。在這邊，如果你在禁酒區喝酒的話，罰款大約是250紐幣。如果像未成年售酒的話，最高的刑罰可以去到1萬紐幣。第9，緊急電話。如果你遇到緊急的狀況，你可以撥打111來尋求警察、消防員或者救護車的幫助。如果是非緊急，比如說失竊，你可以撥打105。如果你遇到交通事故，然後不是很緊急的，你可以撥打555來尋求幫助。你可以到 NZTA 的官網看看其他的駕車安全信息。最後一件也是很重要的省錢小 tips。如果你是自駕的話，建議你下載 Gatsby 這個 app 來尋找你附近最便宜的油價。通常一輛車小型車加滿需要100塊紐幣，你也可以多注意 Park and Save 的油價。如果在他家購物，他會給你一個 code， 可以讓你在油價上再扣6 cent。這裡還有一個免費租車的機會，就是 Car Relocation， 就是租車公司要你把車從 A 地點送到 B 地點，中間還包含你油費，聽起來是不是很划算？你可以順道到這2個地點玩一玩、走一走，然後還包含你油費。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 Transfer Car 的網站看一看。手機 SIM 卡在這邊使用 eSIM 也很方便。但如果你要購買本地 SIM 卡，這裡有 One、Spark 還有 Skinny。Spark 真的有推出旅行配套，你只需要付29紐幣就可以使用3個月，然後還會付你2GB 的那個 WiFi， 還有100分鐘的國際通話時間。One 的覆蓋率是最好的，因為有試過同行的朋友使用其他公司，他們的收訊很差的時候，但 One 的收訊還很強。One 雖然比較貴，但它覆蓋率比較好。Skinny 是傳說中最便宜的，大家可以留意。在這邊使用信用卡的話，你要注意，如果是用配位方式付款，有些商家會額外收取2至3%的收費，所以這邊要注意，建議你直接用插卡或者刷卡的方式來付費。還有其他小的注意事項，比如說環保意識，在紐西蘭這邊我們是很注重環保的，垃圾分類也很嚴格，所以你出門在外的時候，或者在商場會看到分類的垃圾桶也要注意。還有請尊重毛利文化，在新西蘭這邊有濃厚的毛利文化，你也可以學一些簡單的毛利問候語 Kia ora， 會讓你整個旅程更加有意義。另外在紐西蘭這邊是沒有強制性的小費文化，就是賬單給多少你只需要付多少，是很透明化的。但好像在南島有些地方你是可以額外再付小費的，但如果你覺得服務很好，你也可以自願給小費。在新西蘭這邊使用的是 I 型3角插頭，來之前記得要帶轉換插頭。那以上就是我為大家整理出的10件來紐西蘭旅行需要知道的小 tips， 希望這些 tips 能讓你的旅程更加順利愉快。如果你有什麼疑問，或者你已經來過紐西蘭，有什麼經驗想分享的話，歡迎留言在評論區，我們一起交流。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期見，拜拜。Thank you. Thank you.